Hello， 大家好，我是马婷，这是我老婆和女儿。今天我带他们到山顶来散散心，因为我老婆昨天耍脾气，说要带着孩子回农村老家，把我一个人留在城里。刚听到的时候，我当然有一些不快。那么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难道是我做错了什么吗？后来我就跟她沟通了一下，她告诉我，生活在这里太累了。那么为什么会感觉累呢？难道回农村老家去就不累吗？经过进一步的沟通，我才发现了这个问题是出在我的身上。因为前2天我熬了2个通宵加班，所以没有及时的做饭，而导致他还要自己做饭。因为他每天带孩子非常辛苦，如果还要去做饭做家务，那确实是非常累。所以听完以后，我不快的情绪也就消失了。在短暂的沉思以后，我决定了做一些改变，所以昨天晚上我就没有熬夜，今天也准时的做了午饭。但是现在的改变只能保证将来不出现同样的问题。那么因为现在的问题而造成他的精神上面的创伤是需要去抚平的，所以我就带他到山顶来散散心。说到这个问题，也许有人会说越南老婆难伺候，还有可能会说越南老婆不好，容易跑。那么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到底越南老婆好不好，还是以回答问题的方式来分析这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今天想分享的主题，越南老婆好不好？关于这个问题，我的回答就是不能一概而论。有的人说好，有的人说不好，好与不好是以个人的感受相关的，但是好与不好的背后都会是有一些原因的。这个原因可能不单方面是在女人的身上，也有可能是男方的原因，甚至关系到家人的因素，还有身边的其他人。有的人碰到好的老婆那就是好，有的人碰到不好的老婆那就是不好，大部分取决于个人的感受。当然这里不包括一种情况，那就是女方犯了一些法律和道德上面的错误。到目前为止，好像也没有任何人或者任何机构去做一个关于越南老婆是好或者不好的一个全面的调查。所以这就是我对这个问题的答案，不能一概而论。你觉得好就是好，你觉得不好就是不好，但是个人的结论不能概括为普遍的情况。第二个问题，为什么网上有这么多人对越南老婆有负面的评价？其实网上对越南老婆的正面评价也有很多，只不过网络上面的负面信息更容易被人所关注，比如说战争、火灾、车祸、病毒、骗子等等，这样的消息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兴趣，而通常正面的新闻不容易被人所关注，而且分享的人也比较少。比方说提到越南的离婚率或者中国的离婚率，大家可能都比较感兴趣，但是有多少人去关注幸福家庭的比率是多少呢？第三个问题，我老婆好吗？如果这样问的话，那我当然回答好了。虽然也有不好的时候，但是总体来说，好的地方多过于不好的。从我们刚开始认识到现在，已经有2年多的时间了。我们之间其实出现过很多的问题。我原先也犯了一个普遍的错误，那就是我的眼睛总是聚焦在我们发生的不好的事情上面。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也认为我老婆不好，很难伺候。我们相处这么久以来，其实我改变了很多。原先我只会去看这个现象，然后从表面的评判它的好与不好，而现在我会去想一下这个现象背后的原因。比方说这次他想带着孩子回老家，抛弃我，如果我只是看这个现象的话，那么我就会给他一个不好的评价，也会陷入和很多人一样的错误的思想中，那就是越南女人很容易跑。其实说到这里，我想大家应该会有所明白了，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关于越南老婆的负面新闻。除了前面提到的负面的新闻更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之外，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眼光和思想往往只停留在现象的表面，而没有去分析这个现象背后的原因。当然我的这个说法也不可以一概而论，那就是我们也不能进入另外一个误区，也就是当越南老婆说出一些不好的话或者做出一些不好的行为的时候，我们总认为是男人的问题，这是另外一个误区，谁犯的错误谁去改。最后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总是讨论越南女人的是与非？其实这个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生活在越南，当然就会说越南的事。如果我生活在中国，那么就会说中国的事；生活在欧洲就会说欧洲的事；生活在非洲就会说非洲的事。这和哪个国家没有关系，只因我们生活在这里。好了，几个问题说完了，那我们来总结一下，越南老婆到底好不好？在越南，好的女人更多，不好的女人只是少数，而且大部分的越南老婆都是受到很高的评价的。那么你的越南老婆好或者不好，
这只是你个人或者你身边的人的感受，不适用于普遍的情况。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观看。如果你有不同的意见或者更多的问题，欢迎在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分享。我们下期再见，拜拜。